中国古代历史不仅铸造英雄，也流传了无数令英雄们折腰的千古绝色美女。你也许曾经拜读过他们的事迹，耳闻过他们的传说，也许还在电视上目睹过他们的传世般的尊容。但尽管如此，关于古代这些绝世美女在中国历史上的排名，你又知道多少呢？下面小编基于网络上的说法，对历史上的10大美女进行一个排名。第10名，蔡文姬。蔡文姬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父亲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蔡邕，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对书法、文学、音乐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。结婚之后，她跟丈夫也是门当户对。她丈夫是河东大族魏家的才子魏仲道，但是过了不到1年的新婚时光，丈夫就死了。因为没有孩子，蔡文姬只好回到自己的家。父亲被王允害死之后，她被匈奴劫去，成为了左贤王的妻子。10余年之后，曹操已经稳坐帝王位置的时候，花了很大的代价把蔡文姬赎了回来。之后便有传言说曹操负了天下人，但就是没有负他的说法。在外人看来，现在我做什么都能做，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。可你最清楚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，就永远得不到。你要我免去董嗣的死罪，对吧？我看只有一个办法。蔡邕蔡大人有4000卷藏书，妾身答应丞相，一定让丞相尽快读到。第9名，王昭君。王昭君史称明君，中国古代4大美人之一。相传王昭君告别故土，登城北去的时候，一路上马嘶雁鸣，撕裂她的心肝，使她心绪难平。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，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。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，竟忘记摆动翅膀，跌落在地下。从此，王昭君就得来落雁的称号。昭君出塞的故事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不衰的民族团结的佳话，但无奈红颜薄命，昭君33岁就香消玉损，离开人世。父皇，女儿带去的部分都是粮食种子，女儿此次出塞，不仅是出嫁，还要遵循父皇平日的教诲，将种子播散周边，以求共同发展。父皇，您一夜未眠吗？昭君要远嫁出门，朕哪睡得着啊？父皇，昭君此生能成为父皇的女儿，乃是世间最幸福的女子。愿此间能保佑女儿一路平安。有父皇的保佑，女儿一定会一路平安的。第8名，西施。西施跟王昭君一样，都是4大美人之一。西施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她在越国国难当头之际，西施忍辱负重，以身相许给吴王夫差，最后把吴王夫差迷惑的众叛亲离，为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争取了机会。有颜又有才，而沉鱼这一称呼是因为他在河边浣纱的时候，鱼儿在河里看见了他的倒影，竟然忘记了游水，渐渐地沉到河底。从此西施这个称号流传开来。在中国的历史中，西施也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。哎，正在，我跟你打赌啊，这满街的人呐，都在看我们这儿呢。哎，你看那个卖包子的，你看那副傻样啊，还是西施妹子好看。哎，米都撒了，谁家的女孩这么漂亮啊？哎，你眼珠都快掉下来了。笨蛋，你就是一张嘴不饶人，只有你的阿牛在啊，你的嘴才会老实。就是。哎，卖布的，我不要这么多啊。第7名，李师师。李师师是北宋年间名动朝野的一代名妓，关于她的故事多见于野史小说。不过上至帝王，下到文人，似乎都和她有着故事。这些故事也给她的传奇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在李师师的众多故事中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她和宋徽宗赵佶的故事了。为了更方便、更安全地和李师师约会，赵佶甚至不惜从皇宫里修了一条地道，直通李师师的杏花楼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他还和燕青有着一些故事。不过虽然李师师燕绝天下，但燕青却敬而远之。毕竟当时燕青接近李，那是有一定的目的去的，而且李师师是皇帝的最爱，皇帝谁敢得罪，敢与皇帝争风吃醋，自然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方才妈妈说姐姐不愿相见，小乙知道，姐姐不愿相见是不想连累小乙。此次小乙前来，是受梁山的众位哥哥所托来谢过姐姐。我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打仗。然后呢？修得文武艺，卖与帝王讲。然后终身只是做一个小厮吗？恩情报不完，私仆终身，又有何妨？今日让你捡个便宜，跟我拜堂吧。第6名，貂蝉。貂蝉出生于山西并州，她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。
国色天香，有倾国倾城之貌。貂蝉在吕布和董卓二人之间游走，把两人了不得神魂颠倒。最终吕布不满董卓纳貂蝉为姬，怀恨在心，除掉了董卓。貂蝉有着闭月之称。相传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，忽然清风吹来，一块云将月亮遮住。这时正好王允瞧见，王允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，夫人就说：“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，月亮比不过。”赶紧躲在云彩后面，因此貂蝉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。在三国时期，曹操、诸葛亮和关羽等人都被其吸引，可见她有多么的漂亮。只可惜啊，董贼命不当绝。怎么，今天你想用她来杀我吗？我是要把她还给上天。要我是我的法子。他没想杀我，他只是想自杀你这个匹夫。他死得好，是荀彧叫你来的吧？自己到监军那儿领30军棍。说，罢了，免了吧。不免，我去。第5名，甄宓。甄宓被称为洛神，这是因为曹植为了纪念他，写了一篇千古流芳的《洛神赋》。甄皇后不仅贤德，而且文才出众，其中的《堂上行》堪称乐府诗歌的典范。官渡之战以后，曹操连在建安9年攻破袁绍大本营邺城。听说甄氏貌美，于是派人前去，结果回来时候是5关中郎将已经捷足先登了。而这个5关中郎将就是曹丕，曹丕竟冒着杀头之罪抢来的甄宓，可见甄宓有多么的漂亮。袁熙已经弃城而逃，丢了你的夫君，为他殉情，有何意义？儿臣拜见父亲。此乃袁熙之妻甄宓，我儿早到了。是。抬起头来。袁熙有妇如此，逃走时竟然舍得遗弃。让你嫁给我，受委屈了。公子娶我，才是觉得委屈的人吧。第4名，杨玉环。杨玉环，唐朝时期唐玄宗的爱妃，史上多称杨贵妃，大唐第1美女，也是中国4大美女之一。杨玉环出生于官宦世家，她身材丰满，肤如凝脂，通音律，善歌舞。她的美貌绝非一般，美若羞花，有后宫粉黛无颜色，3000宠爱在一身之说，以至于大唐皇帝为了博得杨贵妃的欢心，每逢荔枝季节，总要委派专人，通过每5里、10里的驿站，从四川驰运带有露水的新鲜荔枝。后来在安史之乱中，杨贵妃成为了替罪羊，被缢死于鹿祠。我们就是白鹤少年，从小就没有父母，就在叔父家长大，寄人篱下，反倒让我对别人一点一滴都想报复。上次在沉香亭，他告诉我的话，你不说了，我懂了，你眼睛都告诉我。第3名，萧皇后。萧皇后，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曾孙女，历史上被称为承天太后，天生丽质，娇媚迷人，历史上风流一时，迷君倾国的红颜不少。像萧皇后数经改朝换代，总办君王之策却不多见。她的一生历经数朝代，被6位皇帝娶回了家，这可谓是流水的皇帝，铁打的太后。经历了这么多的朝代，这足以证明她美丽的程度，绝不是语言可以描述的。大胆罗成！现在外面烽烟四起，只知享乐，荒淫无度。这泗水关丢了，就怪你守城不力，丢了就应该抢回来，抢不回来就应该按照军法处置。你这妖后，一人共侍多夫，毫无伦理纲常，替我就替瓦岗的兄弟杀了你！密户你看，他们现在敢杀了我，将来就一定会杀了你的。第2名，褒姒。褒姒出生农家，幼时父母双亡，褒姒天生不爱笑，这使得周幽王十分烦恼。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周幽王绞尽脑汁，终于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，给后人留下了笑柄。后来诸侯联合抗戎，戎主仓皇出逃，褒姒来不及随行，自言无颜再见周朝诸侯，遂自缢而死。像一个给寡人看的。禀告大王，各路诸侯日夜兼程，人来听令。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先回吧。有劳诸侯跋涉，大家请回吧。第1名，苏妲己，商纣王的妃子，人称1代妖姬，据说美的让杀她的刽子手举不起刀，美的鲜花都难以企及。仗着纣王宠幸，干预朝政，祸乱朝纲，使得最后政治昏暗，国力衰弱，最终商朝被周朝替代，妲己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出了名的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的代表。但纵然这样臭名昭著，依然不能掩盖其角色的姿容。
天生一副娇媚脸，杨柳枝，让得后世人惦记称颂。美人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臣女苏妲己，拜见大王。谢大王。早就听费仲和游魂说过，说苏护的女儿国色天香，有惊为天人之貌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快随孤王速去庆功。以上就是10大美女，当然这只是代表着我个人的看法，每个人心中的第一都各不相同，毕竟历史上有名的美女太多了，你心中到底谁是第一呢？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言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，那就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